蓝幽剑法学的依然是蓝氏斗剑法，是蓝忘机亲手教的。蓝幽腰间的佩剑也是蓝忘机亲手配的，所以蓝幽不怎么拿他的佩剑，因为他会的很多，基本是用琴。蓝忘机看着魏无羡还有蓝幽，神色都没有之前冰冷了。蓝曦臣说道：“忘机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你还是和往常一样吗？”蓝忘机了一声，说道：“魏婴身体不好。”蓝曦臣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管怎么样，醒了就好。”蓝忘机了一声，倒也没多说什么。蓝曦臣和往常一样，只是待了一会就离开了。他身为宗主，大小的事情很多。这边魏无羡看着自己儿子练剑，心里也不无聊，倒是看得津津有味的，一双桃花眼异常的明亮，唇边带着笑意。只不过魏无羡只看了一会就感觉有些乏了。蓝幽心细，看见了爹爹眼里的疲倦，连忙把剑收到腰间，小跑着过来喊道：“爹爹！”魏无羡伸出手接过蓝幽，说话语气上扬：“为何不练了？这可没到时辰呢，你父亲可是让你练2个时辰。”蓝幽说道：“爹爹可是乏了。”魏无羡一听，一边感叹着自己孩子的心细，一边点头。从他醒来就发现自己现在的身体情况的确是没有之前好了。蓝幽扶着魏无羡起来，说道：“那爹爹回房休息，阿离一会再继续练剑。”蓝忘机看见魏无羡神色有些不对劲，也走了过来，语气有些紧张，问道：“魏婴，可有不适？”魏无羡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就是困了，我想休息会。”蓝忘机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回房睡。”魏无羡确实有些累，脸色疲倦，看着蓝忘机有些心疼，直接把魏无羡横抱起来，稳稳地把魏无羡放在床上，替他掖好了被子。蓝幽看着自己爹爹躺下了，这才去院子里继续练剑，反正有父亲在，爹爹是不会有事的。魏无羡看着蓝忘机，语气有些轻佻，说道：“二哥哥，你当着孩子的面就这样把抱起来了，我以后脸往那里放啊？”蓝忘机语气不变：“阿离知晓。”魏无羡挠了一下蓝忘机光滑的下巴，然后亲了一口，说道：“那也不行啊。”蓝忘机轻声了一声，便又不作答了。魏无羡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脑子里还懵了一下，然后慢慢的坐起身，忽然腰间传来一阵酸痛，疼得他立马又躺了下去。他轻轻的吸了口气，揉了揉自己的腰，然后翻开衣领，看着自己胸膛上那青青紫紫的掐痕还有吻痕，心想：蓝湛昨天晚上这么凶啊？其实并不是蓝忘机昨天晚上凶，起初原本是很温柔的，大部分都是被魏无羡的撩拨的。魏无羡坐在床上缓了一会儿，感觉自己的腰没那么酸痛了，然后就朝着门外喊了一声：“蓝湛！”没有人应。魏无羡又喊了一声：“蓝湛！”过了一会儿，蓝忘机才从外面走了进来。不过魏无羡有些惊奇蓝忘机的装扮，并不是原本那一份端正整齐的样子，而是袖子往上捋了捋，露出了小臂，衣服上还有些水渍，眉目间依然是淡淡的模样，但是看见魏无羡那一瞬间，一双浅色的眼睛里盛满了温柔。他喊道：“魏婴，你醒了。”魏无羡点了点头，问道：“蓝湛，你在外面做什么呢？把袖子捋上去干嘛？”蓝忘机一边把手上的水渍擦干净，一边拿着魏无羡的衣服，然后替他穿上，看着魏无羡洁白的胸膛上自己昨天晚上留下的印记，耳根有一些发红。魏无羡自然是看见了，伸出手指挑了挑蓝忘机的下巴，眉间带笑的说道：“怎么二哥哥敢做不敢认呢？你看我胸膛上还有腰上大腿上哪处没有你的掐痕和咬痕，是不是你昨天晚上弄下的？”蓝忘机抱着魏无羡亲了一下，开口道：“没有不敢认。”魏无羡也亲了蓝忘机的嘴唇一下，说道：“你说我们昨天晚上那样搞，我会不会再给阿离生一个小的呀？”蓝忘机耳根越来越红，却还是说道：“不会。”魏无羡一听，倒是有些讶然的挑了下眉毛，说道：“为什么？”蓝忘机抿了一下唇，语气有些不自然：“我昨天没进去，所以不会给阿离生个小的。”魏无羡把衣服简单的整理了一下，然后穿上鞋跳下床。蓝忘机又把魏无羡的衣领抚平了。魏无羡问道：“蓝湛，你昨天为啥不进去？”语气如此的轻佻。蓝忘机自然是知道他问的是什么，道：“你身子尚未好全，不适合。”
魏无羡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居然是这个原因，一瞬间心里忽然就暖烘烘的，抬头又亲了他的二哥哥一下，说道：“蓝湛，你怎么这么好啊？”蓝忘机道：“你也很好。”魏无羡又问了一遍刚刚他问的那个问题：“二哥哥，你刚刚在外面干嘛呢？你还没回答我这个问题。”蓝忘机牵着魏无羡的手带他出去，然后一边说道：“在和阿离今天晚上要用到的食材。”魏无羡说道：“今天晚上做年夜饭用吗？”蓝忘机了一声。魏无羡没有想到今天晚上的年夜饭要在这里吃，还以为蓝湛和阿离会去和长辈们一块去吃。蓝忘机似乎是看出了魏无羡的疑惑，回答道：“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和阿离的年夜饭都是这里做的。”魏无羡答道：“因为我吗？”蓝忘机没说是或者不是，只是说道：“阿离想和爹爹一起过。”魏无羡一听鼻子忽然一酸，说道：“那我们3个今天就在这里过。”蓝忘机了一声，看着魏无羡的目光清淡又温柔。2个人一到了外面，就看见阿离手里面抱着一只乱窜的活鱼，嘴里面还嚷嚷的说道：“你跳什么？你这条鱼你跳什么？跳的再欢到最后，不是让我把你炖了？”场面滑稽又搞笑，小阿离的袖子也弄了上去，露出了一截纤瘦白皙的小臂。别看小阿离瘦，但是力气是真的不小。魏无羡刚想过去要帮他的儿子，结果就看见了他的儿子把那条鱼捉住，然后死死地按在了案板上，右手拿起菜刀，一刀拍了下去，动作干净又利落，那条鱼瞬间就被拍晕了，鱼尾巴扑腾了2下不动了。小阿离得意地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跳啊，你在跳啊！”丝毫没有发觉到魏无羡在蓝忘机的旁边笑得差点岔气。魏无羡一边笑一边问蓝忘机：“不是蓝湛，云深不知处的家规不是有一条是不可杀生的吗？这小兔崽子拿一条活鱼杀的是怎么回事？”蓝忘机说道：“阿离从小都不用遵守家规。”魏无羡一愣，说道：“所以这小兔崽子从小到大就不知道云深不处有家规是吗？”蓝忘机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他知道，但是他不用遵守。”魏无羡一边笑一边说：“这不反了天了？”蓝忘机道：“不会，阿离很乖。”魏无羡笑了一声，对着阿离喊了一声：“阿离！”阿离一抬头就看见了魏无羡，然后把那一条晕了的鱼放在案板上，朝着魏无羡跑了过来，说道：“爹爹，您醒了呀？”魏无羡摸了一下蓝幽的头发，笑着说：“对呀，被你拍鱼的声音叫醒了。”蓝幽一听，不好意思地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爹爹莫要取笑阿离。”